男主人公小庞26岁，来自重庆，职业电子商务；女主人公小李25岁，来自重庆，她现在待业中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谈了几年恋爱？6年了。我们看这个小片里说，你希望他有主见，对吗？对。你认为他什么都听他妈妈的？啊，是。他主要什么事儿听他母亲的呢？因为我们结婚买房子的事情嘛，我叫他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但是他什么都听他妈的。为什么一定要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呢？因为我想把我的养父母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。能跟大家说说你这段经历吗？因为我的家里是农村的嘛，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太好，小的时候。后来亲生父母有了弟弟，农村又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，所以就把我送给了我的姑姑。我是在我的姑姑家长到12岁左右才回自己家的。那你跟你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很好，本来家里条件都不太好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委屈我。别的孩子有什么，他们都会尽量的满足我。我家离学校比较远嘛，有一段山路，有一次不小心把脚给崴了，然后爸爸每天都会背着我去上学。每当看到爸爸走上那段山路的时候，他大汗淋漓的样子，我心里就暗暗在想，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们。所以你希望来报恩是吧？对啊，因为他们现在年龄也比较大，快60了吧，妈妈身体也不太好，我就想结婚以后把他们接到一起，让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孝敬他们。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知道吗？有一个养父母。刚开始都不知道，到2011年的时候，我们年底准备结婚，当时他说的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吃惊。不同意？不是不同意啊，是因为他要买一套大的房子，我们条件也确实不允许，所以说我也感觉到压力非常的大。现在你要求他买个大房子？对。多大算大？3室一厅吧。他之前同意，但后来他听他妈妈的话，他妈妈叫他不买房子，他就不买房子。哦。一直拖到现在。我妈她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我们现在确实条件也不允许，你非要买个3室一厅的。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说的那些根本都不符合现实。如果说我们什么叫不符合现实？现在小姑娘家结婚，不都要求男方买房子的吗？没有吧？不是，有没有可能你们买个小点的，你可以在小区里面租一个房子，把养父母接来也行。而且是不是有必要非要接来呢？我就想他们在我身边，我好照顾他们。我也跟他讲过这些的，我跟朋友借了些钱，然后就投资加盟了一家非常有趋势的公司。等于你现在把这买房子的钱已经用去创业了，是吧？是的。但是10年的时候你没有投资那个行业啊。那他现在不是？但是我们的积蓄根本不是太多呀，我的积蓄。但是也够付一个房子的首付呀。我工作当时也不很稳定，也没有更好的经济来源，付了首付了，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啊？我们以后可以共同努力呀。那就是没房子你是不会嫁的是吧？对，不买房子我是不会。那如果是1室1厅嫁不嫁呀？1室1厅太小，我就想把我的养父母接过来一起住。那我妈妈对你的印象很好，后边你现在这些想法让我妈妈都非常反感你。今天小凡的妈妈是不是也来了？来，我们请上凡妈妈来，有请。妈妈好年轻的啊，这个叫准儿媳是吧？哎，满意吗？买房子不过分了，我儿子只得那点能力，还要喊老的过来住。我辛辛苦苦养我儿子，我还要买到一套大房子。我又没说以后把我的爸爸妈妈接过来就不管你们了呀。我还有小儿子还得上学，我都没得那种能力噻。也没真心实意喜欢我儿子的话，你都应该理解。喊老汉儿在工地上的，找点钱也不容易噻。我哪里有钱来买房子吧？你爱人是建筑工人，等于是吧？我们在工地里上班。我也晓得你们找钱很辛苦，是吗？哪里有事？我也理解那一点，但是我没有说结婚以后都不管你们了噻。我只说把我的养父母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也住在一起。姑娘问一句啊，你能理解你未来婆婆的那个内心的想法吗？我能理解她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不买房子的话，肯定是不会结婚的。哎呦，完全都是刁难我儿子嘛！你没有安心和我儿子2个结婚噻。小李资料上面是待业。啊，现在我从5月份开始吧，就没有上班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我的亲生妈妈她有得过病，然后我在医院照顾她几个月。哦，
那这个家里面买1室1厅的房子的条件具备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明白了，谢谢您啊，请回，妈妈的意见我们听明白了。我不会，我要我儿子，我不。哦，你要把你儿子拉走了？完全都不听我的话了嘛。那他那么大的人了嘛，您先下去休息，一会儿我再把儿子还给您。行吗？先下去了吗？一个是点儿不听话。妈妈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担忧，是担忧你把养父母弄来了，加重他们这一家人的负担。你考虑过吗？有考虑过，但是他们现在还年轻，身体还可以吧，应该还可以干活的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身体不好，而且又没有其他的孩子。既然负担这么重，为什么不赶紧找个工作呢？他也不想打工，我也劝过他好多次。有一次他出去打工，出去半天就回来了，我也不晓得他是怎么想的。行吧，听出来了，小伙子，你愿意跟他分手吗？因为这个事儿。其实这些我觉得我们之间在感情上没多大的矛盾，只是我们在物质需求上有些分歧。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说可以将他的那些要求或者条件降低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你开个条件嘛，我们可以先买一套小户型的房子，把婚结了，然后我们每个月。小户型是多大？我们2个生活就行了嘛。那是多大？1室1厅。难道还要多大呢？最少得2室1厅。我们以后条件好了，可以换成大房子，然后把你的父母接过来嘛。以后是多久？我的爸爸妈妈现在身体很不好，我就想把他接在身边，照顾他们。怎么办呢？老师们用你们的智慧来帮他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我听了2位这个当事人啊，他们这个争来争去啊，我觉得好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问题，不是2个问题。不是说，这个问题光是他的，他要不解决了，我就不嫁给他，这个不对。我也说过，他可以付首付，然后我们哎，对了。然后后来的房贷我们可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2个先把这个首付付了，大家都是这样吗？很多都是这么解决的嘛。但是他的妈妈就不愿意付首付啊。应该你们俩来付首付，怎么能让家里去交给首付呢？你们都年轻，你们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，都是2口子创业，然后共同交首付，共同去还首付，这样过着才有意思嘛。低看物质的人才会高看你们的爱情。要跟女方多说2句，你以爱的名义不体谅对方，一味的索取，这不是真爱。私心太重的人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我这个也不叫私心呐。你的私心是什么呢？我就想你的私心就是你以照顾自己养父养母的名义去要求，去向他的父母去要求。你别忘了，结婚的本意是合2为1，共同分担，共同面对。你结婚之后也会管他的父母叫父母。所以你现在摆出的这个条件不像是结婚，更像是通过爱情这件事儿转移自己的责任，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对方。男方要有主见啊，唯一考验他与你之间是否有爱的条件就是你问问他，我现在提供不了3室1厅的房子，你还是嫁不嫁我？就不买房子吗？对，嫁还是不嫁？得考虑一下。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吧，同时男方你也要考虑一下喽。你们把恋爱关系、爱情关系、婚姻关系全部看成了依附关系，爱情是平等，婚姻是平等，是2个成年人的结合，而你们变成了我要找爸爸妈妈，我不是要找一个男朋友，我也不是要找个老公，我就是找一个父母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一切。如果这都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那未来我们的婚姻怎么办？未来你怎么去当一个父母？而且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你们现在房子问题对你们来讲恰恰是个很好的事情。因为任何的婚姻关系和恋爱关系，毕竟要经过大风大浪，或者必定要经过一些坎坷，才知道这个爱能不能坚守。周老师还有一个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方，结婚的时候房子其实特别小，有了孩子了，他们家肖老师自己看不下眼了，说咱们换个房子吧，2个人共同努力。结的时候房子很小是吧？对，结婚的时候也就2居，现在号称是住在北京。
其实从他们家马上到工作的地方，还不如从他们家到天津上班这么方便。不是也过来了吗？不是也过来了？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他就这么过来了。而且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总在考虑你自己，你觉得你想把养父母接过来住，他们真的想过来吗？因为我也想把我父母接到北京来，但他们完全不习惯，他们觉得住不惯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然后饮食不一样，周围朋友不一样，所以你这些东西也有跟你养父母征求过意见吗？有谈过吗？他们尊重我的意见。那你有尊重你男朋友的意见吗？有尊重过呀。有尊重过呀。在哪儿呢？我特别听不惯刚才你说那句话，你说他妈妈还年轻啊，没有一个人46算年轻的。相对我的养父母而言的话，他们年轻很多。那他父母算年轻，但是他父母也是你的长辈，你不能对一个长辈说你年轻，所以你可以去工作，所以你可以跟家里赚一切东西。你可以做什么？你更年轻啊，你才20多岁，你应该做你自己的规划。孝顺你的养父母，应该是由你自己来给予他们。是由你给予，而不是你找一个人来给予。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，错就错在什么呢？知恩图报是没错，但是不能把它成为结婚的条件。崇尚道德也没错，但是呢，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。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最近全国出现了2起还是3起这样的事儿，在公交车上。丈夫站在怀着孕的妻子身边，对面坐一男孩，那男孩不让座，她丈夫扇他2耳光。你为什么不让座？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就绑架别人？你和他之间就是这样，你就是扇耳光的那个人，那个就坐那那个人。你怎么知道坐的那个人他不想让座呢？你凭什么以你的道德观来要挟别人呢？而几个月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一件事情，也是让座的问题。司机说了半天，说给一个孕妇让座，没有一个人反应。这个师傅呢，做了一个非常明智而智慧的决定，值得你学习。这个司机师傅看见没人让座，他马上下来说：“我把我这个司机座位让给你。”忽然之间，好多人让座，这就是智慧的选择。而你就应该选择这样，不要口口声声老是挂在嘴边上说我要对我父母好，你自己对他好也可以呀。是吧？你通过对男方的父母好来感染男方，让男方来对你的养父母好也可以呀，这是一种互相的感动啊。可是你做了什么呢？人家母亲上来，你对人家有礼貌吗？你要求人家对你养父母那么好，你对人家母亲有礼貌吗？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吗？社会交往的黄金法则是，你想要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就对别人怎么样。自己对一个长者都如此不尊重，你对你的养父母能好到哪儿去啊？你以为把他接到身边住41天的房子就是孝顺吗？你只会用你的道德感绑架别人，有本事你自己把它做好了，同时也对男方的父母好了，大家都会向你学习。否则的话，一个人在那儿坐着，还说我连责任感都没有的人，哎，空谈道德，你也配？话虽重，情是真情，还是希望你们能好。这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来把头抬起来。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回答徐伟老师的那个问题：没有房子，你嫁还是不嫁？你说要考虑一下，嫁还是不嫁？好，可以不答。再答第2个问题：对于你的养父母来说，到底是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更快乐，还是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更快乐？这是一个待定的话题。我们常空喊说要把老人接到身边来，结果接到身边来，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，反而老人不如在他们自己那个圈子里生活得很好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有很多养老的方式，养老院的养老，社区的养老，这个社区的助老，有一套方式，现在大家都在摸索。第3个问题是你要考虑的，你们俩在一起最大的阻碍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你的妈妈呢，还是她的负担呢，还是这个房子？你自己想清楚。想清楚之后，我倒觉得你们俩可以表白了。姑娘记住，我觉得涂老师那段话说得特别好，不要拿东西去绑架别人，但是有情有义是好的，考虑清楚。好了，一起进入黄金6秒。亲爱的，其实我们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更多的其他的矛盾，只是你在物质需求上
想的太多了。我们6年这走过来，一起也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。我真的很不愿意放下这6年的感情。我也知道你非常孝顺，我也非常愿意跟你一块儿来赡养你的父母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不允许。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那些物质需求先放一边？我们一起努力，来奋斗美好的未来。其实我对这段感情肯定还是放不下的。以后你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，我们俩都一起赡养他们。我的养父养母，他们如果愿意到城里来的话就来，不来的话他们就在农村。尊重他们的想法。没了。没了。请亮灯。再次提醒一下，赡养跟物质条件，爱情跟物质条件绝对是绝缘的。我有一个长辈，老家在门头沟，自己住在学院路。到礼拜6的时候，一天是自己父母家，一天是自己的岳父岳母家，送走了岳父岳母，送走了自己的父亲。他爱人的家里面的所有兄弟弟兄都说这姑爷比亲儿子还亲，没钱。老人其实不是看物质条件，你给他多少陪伴，你上了多少心，别拿那个条件说事儿，把太多的人本能和本质的事情如果跟钱挂了钩，生活真是没什么意义了。2位请回吧，考虑好再来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啊！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对于这一段的爱情之路，你们看好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60%的观众不太看好，投了反对票，40%的观众是一个赞成票。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想问问，有没有自己想发言的观众？举手示意我一下。来，你投的什么票？我投的反对票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俩也能在一起。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子敢转变一下自己的想法，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，他们俩就可以在一起。啊，你以后结婚要带你的父母一起嫁过去吗？没有，我已经结完婚了。哦，结完了是吧？是把父母带过去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还是不要住在一起比较好。公公婆婆在一起吗？也没有。啊，不住一起好。对。那随着他们的年龄一天一天的这个增长，未来怎么办呢？就是我认为就是可以把房子换得近一些，比如说一个小区啊，或者是楼上楼下呀，或者是前后楼近一些，也方便照顾，但是还是有自己的空间，父母也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您投的什么票啊？我投的也是反对。理由？我觉得，既然现在没有这个经济条件，我觉得可以买稍微小一点的户型，然后等到以后有这个经济条件之后，我们再慢慢的一起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这个条件。谢谢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站那儿别动，问完问题再下来。你是给他买房子还是不买房子？你买一套小户型的吧。多大？1室1厅的。嫁不嫁？嫁。啊？不买这一居，你嫁不嫁？嫁。没听见。嫁。真嫁啊？哟，嫁得那么委屈的，来面对镜头啊！重庆男人都耙耳朵，原则问题不能耙耳朵呀。要征求未来婆婆的意见吗？在这个问题上？征求一下吧。哎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小凡的母亲请上来。哟，高兴了是吧？就我们今天给您谈判了，1室1厅。谢谢。是你的底线是吧？那谢谢我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。还争这个？但是每年过年过节的话，都必须回去看他们，然后这当然了，这肯定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。啊，这个应该的。你们挣钱，你们就可以这样。你祝福他们吗？祝福。谢谢你啊，请回。这还没称呼人家，那人家还没定呢嘛。不是你总得有个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
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幸福而浪漫的时刻。以后孝顺双方的父母吗？孝顺。我一定会孝顺彼此的父母的。好，我也会尽最大的能力，让我们过得更好。好好好，改口去吧，姑娘。阿姨。咦？怎么改口改了个阿姨呢？再叫再叫。你们这不一样，快。妈。好好好。胡老师耳朵不好，你叫大点。他一会儿又怕没听见，妈都流眼泪了。来，请叫。妈，抱一个妈。抱，哎呦呦，挺好的，来，带着你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走吧。都送了，47岁就可以当奶奶。走吧，各位老师。谢谢老师。